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6年2月5號星期四。今天本來要來壓實這一種銅刷，結果壓沒到幾支，它就漏油了，漏到整個都是，有夠爛的。怎麼會壓沒幾次就漏油了？這個壓力也不會很大，所以還是得先修理看看。修理不起來的話，就可能又要丟掉了。這個算是一個損失啊。那我們先把它拆開來看吧，看它是什麼原因在漏油。那我這邊已經將它拆起來了，那它的結構就是這樣子。我這邊我只能先裝上去測試一下，看到底是哪裡在漏油。那我先測試一下。這邊，很明顯這邊在漏油。知道哪裡在漏油，我们就針對哪裡去修理。應該不會是裂掉吧？這個整個板子這邊全部都是油了。那我先把它拍照一下，到最後要裝才不會忘記怎麼裝。那我初步拆起來看以後，看了它的結構，它的這一個設計，它這邊是沒有歐環的。然後油從這邊漏出來的話，目前能想到的地方大概就這裡跟這裡。那這一個我拆起來看，它裡面有歐環，看起來這個歐環有一點點硬化掉了。外面這一個也差不多，這一個感覺有一點硬了，所以我們先換這兩個看看。那因為這一個結構，就算要拆，我也沒有工具可以拆，所以我只能夠先換這兩個看看。那換完以後，看還會不會漏油。我這邊的歐環換好以後，測試按壓的時候，它也會從這邊漏，所以拆起來看，這邊的歐環碎掉了，所以它的油大部分是從這邊流出來的。找到原因，我們再來更換。那我這邊換好了，我們稍微測試一下，看會不會漏油。那我這邊都已經把油吹掉了，那我們測試一下。看前面這一個壓桿有沒有在動。我壓幾次，有在動。OK， 看一下有沒有油，沒有漏了，這樣就可以了。換一個歐環就可以了。接下來我們就是再把它裝回去，然後再測試看看會不會漏油。裝上去以後，我們稍微做一下簡單的測試，看這邊會不會漏油。OK， 它會自己退回來，這樣子就正常了。再測試一次。OK， 可以了，可以了。因為漏出來的油蠻多的，所以我可能要補一下油。那我查一下這個怎麼補油。昨天查了一下，液壓油對於電路板會造成的損害非常大，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電路板清洗乾淨。因為我這邊沒有專門清洗液壓油的清潔劑，所以我昨天上網買的，可能要明天或者是下禮拜才會送過來。液壓油基本上它不太會導電。但是這個時間久了以後，液壓油會滲入，然後你在使用過程當中就會慢慢出現問題，所以液壓油的部分一定要清乾淨。那我們先把這些電路板都先把它拆下來。那我上網買的清潔劑已經送來了，就是精密電器的清潔劑，還有99%的異丙醇。那我已經把它分罐裝好了。接下來我們就是將我們有用到油污的地方，先噴這個異丙醇就可以了。噴完以後，稍微等2分鐘，排線也是一樣的。接下來我們一樣將所有的塑膠殼噴上去。目前看起來可以洗得蠻乾淨的。我們先把電路板的一些溶劑把它吹掉。目前看起來是有将油洗掉了，整個油光都不見了。那接下来我們噴一下精密電子清潔劑，接下來等它自然風乾，那我們再進行烘烤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都一樣。接下來我們將電路板稍微進行烘乾的動作。那我是用這種輕便型的熱風槍，如果你沒有的話，就用一般的吹風機，那大概吹個1-2分鐘應該就可以了。那我進行烘乾的工作，烘乾以後，我們大概再讓它靜置個半個小時左右，再把它組裝回去。因為這個清洗過的板子
出問題的話，大部分都在3個月或者是半年以後。所以我們這邊就先把一些我個人認為到時候比較有可能出問題的電子元件，我們先把它記錄下來，可以先去買一顆。如果到時候壞掉的話，我們先換比較有可能出問題的電子元件看看。像這一顆它是密封式的，所以一些溶劑進到裡面以後比較沒有辦法排出來，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一顆是比較容易出問題的。還有這一個按鍵，我認為這2個元件應該是比較容易出問題的。那我先把它拍照下來，我們可以先買零件，到時候出問題就可以直接進行更換。那我們這邊油都已經清潔乾淨了，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稍微測試一下。那我已經有夾過好幾個了，沒有問題。試夾一次給各位看。夾完以後可以自動回退，這樣就 OK 了。夾完的效果還不錯。那因為之前漏油，所以一定會缺油，所以我們今天來補油。那我們這邊先把卸油螺絲拆下來。那我們收集一下油。那我們先把油排出来。OK， 那我在想，每一種液压機器油的量應該都是有固定的，就是有一個規格。因為我這邊沒有量杯，所以我只能用這個方式。那我們就是計算一下，看它的量需要多少。那最後我們換油的時候再添加多少的量。那我這邊抽出來的量大概是120cc，就2桶嘛。所以我這邊可能會給它添加到大概，我想一下，我們先添加200cc 的油好了。先把這個卸油螺絲裝回去，那我們就直接換油。那接下來我們直接添加新的液壓油，先倒到這邊，大概200左右。接下来我們抽200，直接從這邊加進去。3桶就180了，感覺快滿了，加到200cc。這樣就可以了。那最後把這一個裝回去，然後纏上束線帶。那廢棄的油我們給它做回收。這些油如果有認識的朋友是開機車店的，他們都可以幫忙回收。那我自己把油留下來，我會把它做鐵器的防鏽。比如說我有銅管機那一些鐵條，我就會拿這些油來做防鏽。這個部分可以提供給你做一個參考。接下來油加好以後，我們再來測試看看。可以了，它壓好以後，裡面還有一點點油，這樣應該就可以了。這個液壓油實際上的數量我是不清楚的，所以我只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下去做量測。因為我在網絡上查不到這個實際的液壓油量是要添加多少，反正我現在測試出來這樣子是可以的。回收的時候也沒有鼓起来，壓完以後它裡面還有一點油，這樣應該就可以了。現在看起來也不會漏油了，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它裝回機器上。那最後我們組裝完成以後，稍微檢查一下，看有沒有哪裡沒裝好的，看一下按鍵，可以，然後泄壓鈕。可以，会回弹，這樣就可以了。組裝完成，我們再來試壓。压出來的效果還不錯，這樣子在清潔的時候，這個刷子就不會跟着動。那我這邊還有一些要壓的，剛好可以來測試，看這些全部壓完以後會不会漏油。那這是最後一個，這邊的液晶顯示也可以注意一下。OK， 這種圓的還可以壓，那這一種直立式的目前沒有想到比較好的方法。
這個再刷它蠻容易掉毛的。那就先這樣子吧。那我這邊都全部壓好了。那這一台還好，只是簡單的歐環壞掉，進行更換以後，漏油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那如果你的機器剛好也是遇到跟我同樣的問題，希望我這一篇影片對你有所幫助。最後在測試的時候發現有空氣的聲音，然後想到我忘記排氣了，所以我們接下來先進行排气一下好了。排气的部分，我們就是把注油孔這邊拔起來，然後按壓，然後按壓到油出來，然後再把它塞回去。OK。这樣應該就可以了啦，讓它有一點扁扁的這樣子，簡單的排氣，最後再用束線帶把它束回去。排完氣以後，我們接下來再測試一下。馬達有正負極嘛，你自己要接好。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聽一下有沒有空氣的聲音，應該沒有了，就是你會聽到噗嗤一聲，那個可能就是有空氣。那目前這樣子測試起來應該是沒有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後看会不會漏油。那接下來再把它裝回去，這樣就可以了。那我這一篇電動液壓鉗漏油維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為止。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敬請訂閱和分享，謝謝。